名声这玩意儿啊，慈禧太后可真是臭到姥姥家了。君主立宪派恨他扼杀了戊戌变法，革命党人更恨他血洗反清起义。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，大清愣是被他搞到亡国边缘。可近几年历史学家们开始给他翻案，说他政治手腕超猛，洋务运动、清末新政多少有点小成就。毁誉参半的老佛爷，未来估计还得继续吵架。今天咱们不只聊他怎么折腾大清，还来扒扒他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以外的另一面。他超爱玩西洋新鲜货，请洋人帮他拍写真，还送到万国博览会炫耀。本期节目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慈禧。今天的主角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，晚清的幕后大佬。中国历史向来是爷们的天下，2000年帝制，女皇帝就武则天一个，可要说实权在握的太后，那可多了去了。到了大清这最后一口气，慈禧硬是把太后这词儿完成了女帝的代名词。翻开晚清那本破破烂烂的史书，字字句句都带着屈辱。南京条约撬开国门那天，珠江口的炮台还冒着黑烟。圆明园12兽首被抢到海外拍卖时，咸丰帝的骨头还没凉透。黄海上飘满北洋水师的破船壳，紫禁城的琉璃瓦已被枪子儿崩得像蜘蛛网。1861年，才30岁的咸丰突然驾崩，那年慈禧才26岁。同治一上位，他就凭住皇帝亲妈的身份，联合恭亲王把顾命大臣肃顺给遣返，开启了垂帘听政的生涯。后面一步步把恭亲王挤成摆设，等慈安太后一死，光绪更成了他掌心的提线木偶。大清的权柄就这么彻底攥在他手里了。可上百年来，这老太太的名声臭得能熏死人。晚清啥时候？列强像饿狼一样盯着，洋鬼子一仗接一仗揍过来，大清屡战屡败。南京条约、马关条约、辛丑条约、不平等条约签得跟批发似的，国家利益被啃得七零八落，这里面少不了慈禧的份儿。恭亲王这常务副太后当得超憋屈，堂堂咸丰的亲弟弟，两朝军机大佬，愣是被嫂子用温水煮青蛙的骚操作削得没脾气。马江海战炮声一响，慈禧大手一挥，直接把军机处全炒鱿鱼。光绪朝东华路里记住养心殿那天的戏码，太后抄起恭亲王的顶戴往地上一砸，吼道：中法打成这副鬼样，你们还不如我这深宫老娘们儿。从此朝堂没人敢吱声。结果甲午年黄海硝烟一起，北洋水兵傻眼了，炮弹尺寸都不对。翻开户部账本才发现，本该买开花弹的银子全跑去颐和园修石坊画廊了。史家算过一笔账，昆明湖里重建石头军舰那几年，日本联合舰队正拿真金白银狂点科技树。戊戌年光绪帝搞了个批变法，康梁拿着日本辩证考当创业宝典，结果踩了太后的尾巴。变法才撑到103天，慈禧就带着卫队直奔瀛台。翁同龢日记里写的跟恐怖片似的，光绪皇帝被拎着辫子拖出寝宫，龙袍下摆还沾着墨汁，菜市口的铡刀砍得卷了刃，谭嗣同喊死得其所，那嗓子倒成了革命党最硬的招魂广告。庚子年的骚操作更绝，先放综艺河团喊刀枪不入，转头又让袁世凯叫全民。京城老百姓眼睁睁看着老佛爷从西安溜回来，銮驾后面还跟住八国联军的军乐队，这左右横跳的活，硬是把背信弃义玩出了行为艺术的高度。辛亥革命枪一响，太后那孝亲的谥号直接成了讽刺弹幕。革命党编的活报剧里，
他妥妥的反派顶流，祸国指数拉满，奢靡程度爆表，镇压技能点满，满屏弹幕刷老妖婆。可你翻翻清宫档案，曾国藩递折子裁湘军，盖的是他的章；左宗棠抬棺收新疆，领的是他的饷；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回来，跪的还是他的殿。这帮风江大吏哪个不是千年老狐狸？就靠宫斗那点小伎俩，能让这群狠人老实喊渣？你当是拍《甄嬛传》呢？史家扒过一笔账，从辛酉政变到慈禧去世，他批的奏折摞起来能绕紫禁城3圈，每天14小时连轴转，整整前了47年。这敬业劲儿，放现在能拿996福报场终身成就奖。他玩起平衡术来更是牛，让清流党和洋务派互相咬，用汉臣压满蒙亲贵，还靠着公使夫人搞夫人外交。这手腕搁现代商战里就是 CEO 的教科书。纽约时报当年有篇毒舌评论说得妙，这老太太管着4亿人，却能让6国公使觉得她就是个爱听戏的慈祥老太。你说这号人物真能是史书里那个扁平的老妖婆？咱们今天不光看她的黑锅史，还得扒扒她的另一面，看看这老妖婆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大清死翘翘后的半个世纪，慈禧这老太太的名声臭得跟下水道似的，街头巷尾谁不骂句老妖婆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。可时间一长，历史学家们摘下有色眼镜，嘿，这老太太的功劳簿上还真能扒拉出几笔硬货。2次鸦片战争，大清这艘破船被撞得稀巴烂，道光、咸丰爷俩被揍得找不着北，东南半壁还让太平天国掀了个底朝天。搁一般封建王朝，内忧外患一块上，早没几年蹦跶的命了。可轮到同治皇帝上台，硬是把太平天国摁死，又风风火火搞起了洋务运动，还撑到1911年才咽气。您说幕后这老太太能没点真本事？根据民国文人费行俭的《慈禧传信录》记载，慈禧其实早就跟光绪说过，变法乃速治。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，派子弟出洋留学，造船制械，凡以图富强也。意思是变法是老娘的毕生追求。同治初年，我就听了曾国藩的劝，又是送人留洋，又是造枪造炮，不就想让咱大清支棱起来吗？所以同治初年，上上下下才忙活起洋务这档子事儿。他这意思是，洋务运动这出大戏，幕后的总导演其实是他这位深宫里的老佛爷。恭亲王在朝里带队，洋务派大佬在外头跑，可他们这帮人再能干，没太后点头，谁敢动真格？大清这君主独裁的破地方，小屁孩同治能拍板？所以洋务运动200%是慈禧一锤定音。要知道，当时虽然大清已经走向灭亡倒计时，可还有一帮铁杆保守派，一个个嚷着只靠洋枪洋炮是没办法富强的。重要的还是皇帝要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比如大学士倭人，老家伙虽是满人，行事做派一副汉人士大夫的模样，满口道德文章，天天扯着嗓子喊以一变下王天下，自己嚷还不够，他还鼓动一批人和他一起反对洋务运动，恨不得把洋务派生吞活剥。眼瞅着恭亲王快被唾沫星子淹死，关键时候还是慈禧站出来，一道懿旨直接让倭人去总理衙门上班，负责带学生学西洋算术，把倭人气得当场表演假摔，瘸着腿也要辞职。慈禧心里门清洋务是为了保大清，归根结底也是保爱新觉罗的江山，这事儿不能含糊。从那以后到甲午战争，
朝廷里开明派和保守派吵得跟菜市场似的，唾沫星子能淹紫禁城，可洋务还是搞下去了。背后总有太后用皇权把保守派摁住，说他是洋务运动的守护神，一点不夸张。1884年中法战争后，他趁机把恭亲王踹一边，独揽大权。您以为洋务要凉？恭亲王之前咱用汉人当巡抚、总督，捧李鸿章、张之洞搞洋务，他照样接盘。北洋海军接着建，汉阳铁厂接着投钱。恭亲王能忍洋人，他也忍，连洋人觐见皇帝不跪拜这事儿，他都睁只眼闭只眼。可惜老佛爷实在运气背，要不是甲午海战输的裤衩都不剩，八国联军又来补刀，这老太太的政绩单还能再漂亮点。1901年，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的慈禧痛定思痛，搞清末新政。他直接抄维新派作业，在诏书里骂保守派，承认2年前被砍头的维新派是对的，要变法，取外国之长，承前世之师。张之洞、刘坤一等洋务派递折子建议变法，慈禧很快同意。清末新政就此展开，编练新军，鼓励商业，还废除了科举制度。可惜政策未完全落地，慈禧就去世了。虽说有世界潮流推动，但要是没有他47年铁腕推进，清末新政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前成洋务派、维新派几十年都没做成的事。说起慈禧统治时期的外交，估计很多朋友只能想起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里的名场面，向英吉利国开战，向法兰西国开战，向美利坚国开战。虽然在真实的历史上，慈禧太后并没有向所谓的八国联军宣战，但是大众对老佛爷的外交手段一向没什么好印象。但是吧，其实这只是大众对慈禧的偏见。慈禧一生最大的翻身仗，就是亲自下场玩外交，硬生生把自己的国际黑粉洗成了路人粉。想当年，倭人那老古板，一听洋人就跟见了鬼似的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再往前，从乾隆到道光，皇帝大臣跟杨使节磨嘴皮子，磨到嘴皮子起泡，死活不让人在北京多待一会儿，生怕洋人一脚踩脏了天子脚下的地。可老佛爷不一样，他知道这年头不比从前，得换个玩法，得亲自跟洋人锣对锣、鼓对鼓的碰一碰。他一介女流，咋搞外交呢？简单，从女人下手拜。那些驻外使节一个个都是难得标兵，可哪个不是拖家带口来的？夫人就是突破口。慈禧第一个盯上的就是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。话说当时慈禧从西安灰头土脸跑回紫禁城后，立马3天2头请萨拉进宫，豪华宴会摆满桌，礼物一盒接一盒，各种名贵珠宝应接不暇。试问哪个女人能扛得住？萨拉就此和太后成了好朋友。太后这身段放得低的不能再低，搁以前洋人能进紫禁城，那是祖坟冒了青烟，现在不仅能常来，还得享受 VIP 待遇。后来英法德各国公使夫人全被他请了个遍，个个吃得满嘴流油，拿得手软。慈禧太后的目的倒不是靠打夫人牌来影响这些驻华使节，她是要改善自己的外交形象。义和团为使馆那档子事儿，把他在欧美的名声搞得臭不可闻。洋人一提慈禧，就跟格林童话里那满嘴毒咒的老巫婆差不多，他得扳回一局。接着，为了让更多洋人相信他不是老巫婆，慈禧玩了个时髦的拍照片。那些洋画师把他画得跟妖怪似的，报纸杂志上更是妖魔化漫画满天飞。慈禧一看，这哪行？摄影师人呢？
我要秀真脸，主打一个 real。今天咱看到的慈禧照片，全是一副贵气老太太的模样，可不，八国联军进京前，谁敢拍啊？大家都觉得这洋玩意儿一咔嚓，魂儿就没了。几年前，他还气得砸了光绪和珍妃的相机，死活不让这东西进紫禁城。可现在，他必须拍了。负责给他拍写真的是大名鼎鼎的德龄公主，满族贵族出身，太后的贴身小棉袄。后来德龄跑美国写了本回忆录，成了了解慈禧太后日常的硬核史料。据统计，光是1903年他就拍了786张照片，平均一天2张多，服装背景换着花样来。金穿龙袍明扮菩萨背景，从牡丹花海换到西洋钟表活脱脱大清版 Vogue 封面女郎。拍完也不藏着，直接送各国公使夫人，来宫里吃饭的夫人都人手一张。这些照片顺手就传遍了全世界，洋人一看，哟，原来慈禧不是老妖婆，是个雍容老太太嘛。光拍照还不行，毕竟在当时的欧洲，照相也是个新技术，正的 old money 都玩肖像画，往大城堡里一挂，备而有面。慈禧觉得自己也得向他们看齐，就听从了好闺蜜萨拉的主意，让人画了一幅精美的个人肖像，送到了当时正在美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老佛爷的尊容。萨拉还在信里吐槽，报纸把太后丑化的太离谱，我得让大家见见真的她，哪怕露点真容我也开心。按咱国的老规矩，女人不能抛头露面，更别说把画像送到蛮夷那儿给人围观了。慈禧也有点犹豫，可跟德龄聊一下午后，她咬牙点头。这肖像不仅去了美国，还登上中国报纸，老百姓头一回瞅见统治者长啥样。这一趟效果咋样呢？1905年，罗斯福闺女艾丽丝来中国，慈禧亲自送她张照片。华盛顿邮报报道时，她不再是张牙舞爪的老妖婆，而是个精心打扮的七旬老太太。虽说小照片救不了大清的命，可她硬是迈出一小步，打破了深宫天皇的老套路。街头乞丐捡张废报纸都能知道老佛爷长啥样了，您说这老太太精不精？靠这夫人路线加照片攻势，硬是把老妖婆标签撕下来大半。虽说救不了大清这艘破船，可好歹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统治者的真实面孔。要搁现在，这波文化输出怎么也得颁个国际公关大奖。太后温和的一面，慈禧太后这一辈子跟晚清那满地的屈辱和挣扎脱不开干系。洋务运动、戊戌维新、清末新政，这些都是政治军事的大活，连他拍个照片都不是单纯留念，背后藏着外交的小算盘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勾心斗角的一生，算计这个算计那个，是个祸国殃民的老妖婆。但是吧，其实慈禧也有好相处的一刻，比如他对站岗小兵的嘘寒问暖，那劲头可不是装出来的。咱们今天不聊档案里的流水账，而是翻开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的文史协萃，里头有篇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。作者苏勋成当年是个河南永城的小兵，1901年被老乡拉进袁世凯的5卫右军，编在张勋手下的第1营。1902年初，八国联军射平了，慈禧从西安跑回北京，把这营兵升成宿卫营，晚上5点到早上7点在宫里站岗。慈禧光绪出门也得跟住护驾，一前就是3年。这哥们儿近距离瞅了慈禧不少回，留下几段小故事，虽然小，但却都够鲜活。说有天夜里11点，苏勋成和另一个小兵在宫里站岗，寒风呼呼吹，又累又饿。结果没过多久，
俩宫女端着馒头和肉过来，说太后让送的。这操作暖胃又暖心，哪像祸国老妖婆啊。还有1903年冬天，宿卫营抬着外省进贡的蜜桃去万寿宫觐见慈禧时，他瞅着兵们穿的单薄，皱眉问张勋：大兵咋没穿小棉袄？张勋忙说：穿在官府里头了。慈禧不信，伸手摸苏勋成的衣服里面，确认有棉袄才放心。这细节控跟关心亲孙子似的。有回他在皇极殿东边路过，停下来跟小兵王宝清唠嗑，问他叫啥，哪儿人，家几口，离家多久了。王宝清老实答完，他叹口气：可怜你们这些娃，扔下家来保护咱家，好好钱，以后给你弄个官儿。这语气活脱脱一个心疼晚辈的老太太。还有次去东陵，光绪坐轿子催宿卫营跑步赶路，喊着满语：快走快走，结果士兵们跑晕了好几个，齐枪倒地，队伍乱成一团。光绪不光没一句安慰，还拍手乐得跟看戏似的。事后太监告状，慈禧把光绪骂得狗血淋头，说他不懂下人苦。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军国大事不沾边。苏勋成一介小兵，见不着太后跟权臣们斗心眼，也瞅不到帘子后他咋摆弄权柄。可这些琐碎片段真真切切，透着点人味儿。回顾慈禧这一生，晚清的憋屈他占大头，穷奢极欲，血洗革命党，活成老妖婆的样子。1989年的电影还叫他一代妖后。可时间一长，大家冷静下来，洋务、清末新政也不是没点成绩，中国现代化好歹起步了，改革派能往前蹭2步，离不开他点头。就连对待身边的小人物，他也是和和气气，并没有传说中那样喜怒无常。只可惜，在晚清那个大环境里，就算康有为、梁启超和孙中山加一块，也救不了已经腐坏的体制。老佛爷也只能和李鸿章一样，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，勉力支撑。最后落得个人亡政息的下场，还成了晚清史固定的大反派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节目内容，欢迎留言区聊聊你的看法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订阅，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期接着聊历史八卦。